不是一场电影，设定的剧情，我们在各自的轨迹，万次呼吸，难以拉近距离。爱与不爱的真谛，答案藏在下个世纪。你的感觉如此坚定，确定我在茫茫人海中能找到你。忘不了的就随它去吧，不舍不得随着我们长大，不管如何，我一定会等着阳光照进裂缝的那一刻。为什么失去之后才变得勇敢？为什么拥抱过后才觉得遗憾？原来我的执着如此笨拙，只剩影子嘲笑我。怎么，我到底是怎么了？这不是我曾经幻想的结果。时间和爱从不会倒带，我的青春也不会重来。时间依旧沉默不语，但也被引力抓着前进。再过千万个雨季，我真的好奇，谁能找到我们的痕迹？过去的快乐无法比拟，初见你是我最好的回忆，参不透青春留下的。Hello everybody， 大家晚上好，我是刘宇宁，欢迎各位。为什么失去之后才变得勇敢？为什么拥抱过后才觉得遗憾？原来我的执着。我正在刷一念关山，然后我的直播就跳出来了，那就说明我们是有缘分的，对不对？这不是我曾经幻想的结果，世界和爱从不会倒带。有朋友说我正好心情不好，然后看宁哥直播了，我估计能那个让他缓解一下，也有可能你看完我直播心情更不好，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千万不要对我的直播期望太高，因为我的直播非常的具有随机性以及攻击性。你整不好就被我咣咣就一顿怼，我也不莫名其妙就给你怼巴了啊！所以不要这个太期待我的直播啊。有朋友吃饭了吗？没吃饭啊，没吃。今天我就是让自己饿一天，因为咱讲究的就是一个跟你们一样，咱们都是一样的临时抱佛脚，然后明天要拍商务，所以呢，今天就是饿一天，明天就是上镜，是不是能稍微瘦溜一点啊？生活不是一场电影，设定的剧情，我们在各自的轨迹，万次呼吸，难以拉近距离。爱与不爱的真谛，答案藏在下个世纪。你的感觉如此坚定，确定我在茫茫人海中能找到你。忘不了的。有朋友新商务吗？是一个小小的我那不是小小的新商务啊，一个小小一个大大的商务啊，怎么可以说人家小？不是，我就说就是那个，我想就是我寻思谦虚低调一点嘛。什么商务？就是合作商务。随它去吧，不舍不得随着我们长大，不管如何，我一定会等着阳光照进裂缝的那一刻。为什么失去之后才变得勇敢？典型的脑子比嘴快啊，嘴比脑子快。没有啦，不是快了，就是觉得因为我直播的时候会相对放松一点，他比我参加综艺啊，然后参加采访那些东西会更加松弛一些，他会让我
什么拥抱过后才觉得他让我稍微的就是放松一点，所以有的时候容易太放松了。因为毕竟现在此时此刻是光着脚了，没穿鞋，所以就太放松了啊！就是如果椅子大一点，腿都能盘上来。原来我的执着如此笨拙，只是影子嘲笑我。有时候容易飘，也不是容易飘了，就是因为我知道来看我直播的，就是大部分90%都是，第一是我的粉丝嘛，第二可能是认识我刘宇宁，然后对我有一些。也不能说好感吧，反正就是起码不讨厌我啊，但是有10%是讨厌我的来看我直播啊，又讨厌我又要看我直播，也是为难了，所以就是尽量就是，所以我知道大部分都是友善的，所以我就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怎么我到底是怎么了？这不是我曾经幻想的结果，世界和爱从不回答。有朋友说我唯一喜欢的明星就是刘宇宁，我不是明星啊，我歌手，演员，啊，不是明星，不是明星。我的青春也不会重来。有我黑粉滚出去！不要，不要干嘛呢？干嘛让人黑粉滚出去？人家也有获得快乐的权利，他可能看着我。他哪怕这么不喜欢我，还要看着我，那就是一种扭曲的爱，所以赶人家干嘛呢？咱们就都宽容一些，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就是无所谓了，现在不是特别在意这些东西啊。时间依旧沉默不语，他也有朋友说这帽子显老。不是帽子显老，是你刘宇宁真的老了，他跟显不显老已经没关系了，他能显到哪儿去？他就纯就是我就是老了啊，岁月的痕迹在脸上，一笑满脸都是褶子，而且尤其什么呢？尤其这个今年回来做歌手之后，医美都不做了啊，以前起码还打个水光针，做个热玛吉啥的，我自从回来做歌手之后，医美都不做了。我现在最大的医美就每天敷个面膜，所以就是也不存在老，就是年龄到似的啊。有朋友说快做，我不说我不做医美了，有朋友说快做，我是有多丑啊？要用得到你这么的催促我，让我快做，我就不能在这个行业里靠才华混一混？哦，也没什么才华啊。当然这个就是反正无所谓了，就是先不做啊，等我拍戏的时候再做。我真的好奇，谁能找到我们的痕迹？过去的快乐无法比。有朋友说：“宁哥，你那边冷吗？你的外套都穿上了，可冷啊，超级冷啊！而且家里空调也不敢开太大，开太大，我的麦克风会有杂音。我就是为了保证一个观众的一个视听体验。我最开始，我最主要的还是要在乎观众的一个感受。我怕你们听到有杂音不舒服，有的时候卡你们都觉得不舒服，所以我就尽量让各位看我直播的朋友都会舒服一点。初见你是我最好的回忆，参不透青春留下的谜语，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为什么失去之后才变得勇敢？为什么拥抱过后才觉得遗憾？原来我的执着如此笨拙，只是影子。而且北京今天真的很冷啊！今天我那个正好去参加那个乐队彩排去了，然后今天是那个演唱会乐队彩排。我今天就是唯一的失误，就是有一个失误，就是没穿秋裤，没穿秋裤啊，就是有点儿就我用我们东北话，我爷爷奶奶说我就是耍单儿，今天有点耍单儿了啊，就是穿的太单一了啊，这衣服太单了，所以就是有点冷，冻坏了。所以各位最近那个也在降温啊，包括我看南方也在降温，各位这个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暖
啊，注意保暖，注意这个别感冒了。而且最近感冒也很严重啊，尤其这种换季的时候，天一冷，突然有些感冒就是莫名其妙的突发而来，所以各位也注意，一定得千万要宁愿多穿一点啊，也别少穿了。谢谢各位了啊。流感多，对，流感比较多。我录那个原计划的时候，前几期的时候，那个皇子是感冒，然后就是那个什么，一直就是很难受，而且他感冒，现在感冒容易不好。他上次一感冒了10几天，他说：“我说你这也太厉害了。”然后后来上次录制是周深啊，周深那个嗓子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就是，而且最近我在做歌手嘛，也开演唱会啥的，所以我也比较注意这个保暖这一块你们也多注意，你们也是，你们虽然不是歌手，但是你们要到演唱会去给我喊，也是很费嗓子的，你从不会倒带，我的青春也不会重来。有朋友说：“宁哥，今天是穿搭是什么风格？”我现在就是在你们心里时尚到已经每天直个播都有穿搭理念了，是吗？我就是把这个以前穿过的衣服拿出来了一下，把最近前一阵那个瞎买的帽子戴上了而已。没有什么穿搭理念。然后今天感觉眼睛有点小，所以就戴了个大框眼镜，显得面部留白少一点，就是这么一个穿搭理念，扬长避短啊，扬长避短的一个理念啊。今天蹭妆了吗？对啊，今天化了个妆啊。今天是，不说了吗？刚才说演唱会彩排嘛，我演唱会彩排都化妆啊。唱的太难听了，所以得好看一点。也不是啦，就是因为我那个演唱会彩排都得记录一下，记录这个过程啊，然后就是化个妆，稍微就是记录的时候记录的好看一点，留一些好的记录。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跟银河快递一块儿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叫做《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你们都听了吗？喜欢吗？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很温暖的一首歌，对。决定生活不是一场电影。我说宁哥，你的新麦克风怎么样了？我的新麦克风正在定做当中啊。朋友们，我的新麦克风太帅了啊，太帅气了，就是我已经就是，哎呀，无法言语的那种帅气。而且我这个麦克风做出来之后，我跟你说，不用说全国，乃至全球。独一份啊，乃至全球，就是咱现在都不是说就是放眼国内了啊。有朋友跟你一样帅吗？那比我帅多了。跟我一样帅就没什么可期待了。有朋友说，难道是不是镶钻？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镶钻就能体现他的帅气。我们在各自的轨迹。有朋友说什么颜色？啥颜色？你看，这就一看就是女生的发言。就是跟你买车一样，你聊的绝对不是那个车的性能，你说我想选个粉色的，这种感觉一样就是你在乎的是颜色。颜色不重要啊。有朋友说纯金的黄金做的，也不是了，那玩意儿，那不土豪行为吗？那就我可能是我倒也没有那么的土豪。
是不是黄色？不是黄色啊，不是黄色。嗯，哎，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不着急，我大概，年底不一定能出来，因为那个东西很复杂啊。有没有纯金太重了拿不动？对对，而且没必要拿纯金的，买不起，太贵了啊。那玩意儿得那纯金得整1斤黄金上去，那多少钱呢？是不整不了啊？不爱的真谛，答案藏在下个世纪。你的感觉如厂家说年底，厂家胡说八道吧？我没有找厂家做，嗯。此坚定，确定我在茫茫人海中能找到你。忘不了的就随它去吧，不舍不得随着我们长大。不管如何，我一定会等着阳光照进裂缝的那一刻。有我说好的高定直播呢？高定直播穿直播都穿高定啊？把以前高定拿去穿也没必要，太麻烦了啊！我好不容易在家播一会儿，就是让我松弛一点啊，稍微松弛一点。然后，今天我本来刚才穿了一件皮衣皮夹克，因为好像大家很喜欢穿皮衣，但是我穿了一会儿，我在调设备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绑的身体难受，所以我就随便找了一个这种外搭的衣服，穿着舒服。然后舒服之后呢，我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思维也不会禁锢，也不会就是那个让自己很烦躁。为什么失去之后才变得勇敢？为什么拥抱过后才觉得遗憾？当然，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啊，这首歌叫做《那朵花》，也是来自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四喜》啊的一个主题曲，叫做《那朵花》。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然后学会长大，沐风知雨，渐渐明白了家。鱼贯而行，变成馥郁的花，却又多了风沙，总要独自面对。刚好他就遇见了他。很好听啊。世界嘈杂，回声已是远近，也曾不知颁发什么默默抱紧，似那无声的牵挂。四季走过，时间滴滴答答，好像懂了一些，也将一些放下，酸甜苦辣俱是芳华。生活赠予阳光，也不忘记拍打。有人说苦痛要咽下，一伞的云不如做风中的花。一封长信写下，将来轻轻的他，给命运里所有的分岔，共爱所有值得被爱的那一刹。世界嘈杂。有朋友说：宁哥，我想要一个高德语音那个导航。你是品牌方雇来的吧？啊？为什么得是高德呢？百度地图不行？你打广告来了吧？回声已是远近，也曾不知办法。有朋友说我也想要高德版，你什么意思？但人家两家都没来找我合作，所以我就不录了。默默抱紧。哎，有朋友说，是那无声的牵挂。
四季走过，时间滴滴答答，好像懂了一些，也将一些放下，酸甜苦辣俱是芳华，生活赠予阳光，也不忘记拍打。有人说苦痛要咽下，雨伞的云不如做风中的花。所以呢，也最近这个四喜正在上映当中，所以朋友们如果喜欢这首喜欢这首歌，并且看了剧的朋友，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这个四喜这部剧蛮好看的，非常棒啊！这歌也很好听，可以多听一听，它就是会给人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而且我当时在录的时候，我也想要把这个歌唱的稍微就是那种世间百态一些，温暖一些。就让它更加的听了更加舒服啊。将爱轻轻的他，给命运里所有的分岔，懂爱所有值得被爱的那一刹。有朋友老大最近很多新歌都听不过来了，听不过来了，听不过来，那怎么办呢？那我也得发呀，我得干活呀，我都已经每天发这么多歌了，还有人说我刘宇宁在家抠脚，我这些歌都抠脚抠出来的，不忘记拍打。有人说苦痛要咽下，一散的云不如做风中的花，一封长信写下，将爱轻轻的他，给命运里所有的分岔，共爱所有值得被爱的那一刹。做自己的方法，是期待绽放的梦吧。抠脚抠出一堆 OST 来，也不是了。心里永远开着那朵花。有朋友，我刚刚被娃儿要气死了，看到宁哥瞬间心情好了，也不至于啊，别打孩子啊，给我个面子。啊！别打孩子，给我个面子。哎，行嘞。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万两》，也是来自电视剧《大生意人》的一个主题曲啊。这剧也不错，非常好看。不思蜀锦，学会一身担当，翻过陈年旧账。走马几轮光阴，也错离了面庞，演过人情薄凉。我看过万里雪茫茫，也曾被谁紧握不放。只剩这一柴米油盐中口醉一场，发一颗身，成就会场，好戏正在开场。天下有道理，千军一起万两。昨日应如铜板，万元内放。一捧红颜，一条路，一生用脚步丈量。嘿，众生万象，粉墨登场。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山有道，我担当。等会儿你看没看？你看没看？我没。我看了一点啊，但是确实没时间，因为最近我也有自己忙的事儿。看了一点，你们替我看一看啊，我却看了一点，而且很好看啊，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一部剧啊。日出东方。流过多少血泪，只要爬得起来，纯洁当作小将，还能喘一口。我现在就是朋友们跟你们说实话啊，因为我直播一般都跟你们唠点这种
就是其他艺人不跟你们唠的那种心里话。我一般就是一直播就容易走心，很多人呢就是理解不了。我一直播，其实有的时候就容易走心，然后就容易唠一些东西。我其实最近很少回去看一些剧，为什么？因为每当我看剧的时候，我就想回去演戏。很想回去演戏。但是这个用一句黑子的话叫做雨宁拉了，你们的雨宁拉了，抠脚抠1年多，没有人找我演戏，太难受了。所以每当我看剧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些难受，因为我很怀念拍戏的那个我，很想拍戏，但是雨宁拉了。你看看，所以就想说，很多粉丝真的是亲粉丝。我刚说我说我想回去拍戏，然后有朋友说多直播吧，在你的心里我就只配当一个主播，你不想看我演戏？天下有道一千钧，一血万两。昨日引入同伴，万远内方。一步烽烟，一条路，一生永脚步丈量。有朋友说这死书真感人。要进组了没进组。我最近确实年底因为我就是年底活比较多啊，各种这个晚会这个晚会那个晚会的，然后一些音乐节目，然后还歌手还得再干一段。众生万象粉墨登场。有朋友不是有看剧本吗？没看。前两天是这样的，前两天那个去录了个 OST， 然后就是录了个 OST 嘛，然后录完之后，我就跟那个他们制片房就是简单吃个便饭，然后他们就给我看了一下他们的那个剧的那个宣传片啊，包括一些杀青特辑什么的，我就看了一眼，看完之后感触颇深呢，就是想说，哎，好像还是挺想念拍戏这件事儿的啊，因为我这一年也都在做歌手嘛，也挺想念拍戏这件事儿的，所以就当时感慨万千。也没有万千了啊，不至于万千啊。因为我看完就很想演戏了。是我跟你说，朋友们，我为什么回来开演唱会，就是看了一场毛不易演唱会。我这人就是那种的啊，看人干什么我就想干什么。我小时候就这样，人家吃饺子，我回家就跟我家人说，我也要吃饺子。我当时为什么6年不开演唱会，就是因为看了一场毛不易的演唱会。我说，我也想开。这为什么想拍戏了？前两天看了人家的宣传片，我说，我也想拍戏。我担当，嘿，日出东方。有没有从众心理？这词不准确啊，不是从众心理。你开演唱会的有几个人叫从众啊？那个众是人组合的，那是很多人开演唱会
啊，好像开演唱会的人也不少，也不算从众心理了。我是一个非常不从众的一个人。当前2年的时候，演唱会非常火爆的时候，大家都在开的时候，我就不开。啊，所有人都在跑音乐节的时候，我就不跑。啊，所以就是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并不是从众，只是说，我觉得做这件事会让我开心，会让我觉得好玩的事儿，我就开始做啊。攀比也不是攀比。啊，管他呢，反正你们理解是啥就啥就好了嘛，无所谓了。流过多少血泪，只要爬得起来，纯洁当作小家。有朋友说推荐你去看一部剧，叫做《书卷一梦》，然后里边的男主演的特别好，那个里边男主特别帅。我看过了，当时热播期我就看了，确实那个演的挺好，确实演的不错，啊，真不错，是确实不错，还能喘一口气，就像骑着脊梁扛过刀剑风霜。人生在世本就长，咬紧了牙关走一趟。凭谁说痴心妄想，众口随一张，翻一个身，春季回家，好戏正在开场。天下有道理，千军一起万两，做人应如同伴，万缘内放，一步烽烟，一条路，一生永脚步。有朋友说确实挺好看，小伙挺帅，男主太帅了。你们怎么那么肤浅？能不能就说点有深度那种的？就是除了外表以外，能不能看到点一些专业性的东西？还是说演的一般就纯？丈量嘿，众生万象，粉墨登场，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上也有道，我担当，嘿，天下有道理。演技非常好，台词非常棒。我跟你说，我刚才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因为我的直播其实有很多那个走过路过的朋友们可能看到了，他会进来看。他会发现刘宇宁直播就是一个盛大的彩虹屁现场啊，都那个什么，都是这个粉丝在这个房间里去夸赞他的这个喜欢的艺人啊。有朋友尖叫之夜，哇，尖叫之夜可厉害了，尖叫之夜可厉害了，太帅了，不，太期待了。非常期待，对，我唱什么歌来着？我忘了，啥歌来着？反正很棒，不管，就是很棒啊！大家会走红毯吗？尖叫之夜我应该会走，应该会走吧，应该啊，不知道，应该会走，因为就是这样的，我一般做什么事儿，我得看我自己有没有底气，这实话啊，实话，我做一件事有没有底气，比如说一些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活动，我去了我就低低调调的。要不我不去，我去的话也是低低调调的，因为我在电影这个行业里没有涉猎。第一，第二呢，你没有作品，你去电影节那边去，我就觉得我有点不知道深浅了啊，所以就是上那面我就比较低调。但是确实今年书卷播着很不错，我起码走那个红毯，我一步也一个脚印的，我也踏踏实实的，哪怕那个鞋跟很高，我也会踏踏实实的走每一个脚印。所以就是这样的，以前我就觉得没有作品啥的，就红毯就算了，但这一次我就底气也是书卷给的嘛，所以也是你们给的嘛，
啊，你们都支持书卷，都去看书卷一梦，所以导致我也有点底气了，所以该走走。但就会让我稍微辛苦一点，我会早起一些。如同班外院内旁，一部疯癫一角，路一生用脚步照亮黑夜。有朋友说挺直腰板走，哦不，我就是别人都挺直腰板走，我爬。人家都走红毯，我就爬红毯。咱就整那精神病那一出啊，让所有人都记住我。刚刚有朋友不说我从众心理吗？所有人都在红毯上走，我不，我爬。啊，有没有倒立？倒立有点难度，有点难度，我不太行。我这1.9米大个，倒立直接这个一头瓦那去了，然后本来这个脖子就不长，再头再给脖子给这个进去了啊。有朋友说不要啊，你别劝我，我想干的事谁也拦不住我，根本拦不住啊。玩笑，尘埃落定，留下传奇一桩。山河浩渺，我担当。嘿耶耶耶，日出东方。有朋友你就编吧，那不然呢？宁哥好不容易参加一次尖叫之夜，去这个闪亮登场一下，然后你当时你真让我爬上去啊？我是去粉墨登场的朋友，你以为我是去丢人现眼的？我肯定去了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绝对不会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吧？对吧？我怎么可能到红毯上连滚带爬的？我肯定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有朋友穿蜘蛛侠套装吗？体型裤。刘一宁走这个红毯穿瑜伽裤去，鲨鱼裤。我就不了，我就不了。那个第一是啥？主要是什么呢？第一是这个鲨鱼裤有点尴尬，去穿了之后。第二是啥呢？第二就是那个你穿这种那个什么这个蜘蛛侠套装啊，或者什么超人套装啊这种的，它有一个问题是啥呢？你们穿可以，但我们作为艺人来说，穿这个东西就涉及到版权了。啊。你懂吗？它这种都是有版权的，你不能想穿啥穿啥。我也想穿，那按这么说，我就穿顶流那一套那个玩偶服去，就是最近不是那个尼克比较火嘛，我穿那套玩偶装去，直接掀翻全场，所有人都找我合影。那比现场任何一个明星都火，但不能那么穿嘛，对吧？决定生活不是一场电影，设定的剧情，我们在各自的轨迹，1万次呼吸，难以拉近距离。爱与不爱的真谛，答案藏在下个世纪。你的感觉如此坚定，确定我在茫茫人海中能找到。有朋友说那个去电影院看了吗？没去，没时间看。然后我看看，回头有机会再说吧。没看。忘不了的就随它去吧，不舍不得随着我们长大，不管如何我一定会等着阳光照进裂缝的那一刻。然后6.0什么时候啊？我上场演唱会开完之后，我真的回来想6.0是什么契机去做啊？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最近我演唱会开的有点频繁，1个月1场。然后呢，你让我去筹划这个6.0，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就是可能还不如我踏踏实实坐在这儿给你们多播几场那个踏实，
对，所以呢，我就想说，那如果我的6.0唱的也是那些演唱会的歌，那也没什么意思啊。然后呢，演唱会因为得让买票那帮人那帮朋友们就是能够觉得是不一样的嘛。对，所以呢，我自己做6.0，我又不知道做什么样，就没有什么，因为我觉得首先我没有想法的时候，我就不太想去实现它。等我有好的想法、有好的创意的时候，我再搞。嗯，对。而且最近再一个有点冷了，我那天想的是去户外去播啊，但是我估计今天要，我说的是纯户外啊，但是现在户外有点有冻死，所以我就没事儿，反正欠你们一场6.0嘛，总就是欠你们，我就一直想着的啊，放心吧，一定给你们兑现。为什么失去之后才变得勇敢？为什么拥抱过后才觉得遗憾？原来我的执着如此笨拙，写成影子嘲笑我。怎么，我到底是怎么了？这不是我曾经幻想的结果。时间和爱从不会倒带，我的青春也不会重来。有朋友说头发有一绺分叉了，特意这么弄的，造型感。造型感。时间依旧沉默不语，它也背影里抓着前进。再过千万个雨季，我真的好奇，谁能找到我们的痕迹？过去的快乐无法比拟，初见你是我最好的回忆。有人说戴米走红毯吗？戴米就不走了吧。戴米主要是我不太舍得让他坐飞机啊，我怕坐飞机他吓死。你看那个啥，那个在舞台上待那么一会儿他都吓懵了，所以我怕戴米去那个会吓死，所以我就对我怕他吓死，所以我就算了吧，我就别让折腾了，然后让他搁家安安心心的当他的女明星，搁家养养膘吧。冬天到了，养养膘啊。参不透青春留下的谜语，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对，演唱会第一场我带他上去了，我发现他有点一直在抖啊，他一直在抖，一直吓到不行。对，他就是那种可怂了，所以呢，我担心是啥呢？我担心是他那个心脏受不了啊，我怕他心脏受不了。最主要他太胖了，人一太胖吧，他个血压就是有点问题。他一直那么激动，他心脏受不了，我怕他这难受啥的啊，不好啊，所以就第二天就没让他上台啊。为什么失去之后才变得勇敢？为什么拥抱过后才觉得遗憾？原来我的执着如此笨拙，写成影子嘲笑我。怎么，我到底是怎么了？这不是我曾经。我说不许这么说女明星，没有说她不好，但是就是那个我的狗我怎么说跟你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了，我跟你说也挺好的，戴米也挺可爱的，因为有些我合作的商务，他们那个就是自然就会说，哎，那个戴米能不能出镜啥的，包括后面有一个我有一个商务嘛，我有个商务，然后人就说那个戴米那个能不能也出个镜，我们给他拍几张那种定妆照，就是咱们也算一次合作。我当时肯定我说啊可以啊，但是我后一句话没说，我说那这个费用这一块儿，你不能就是说那个，后来就思前想后就行，那算了吧，啊，就等于找刘宇宁送，就是咱属于那种就是很多那个经纪公司不都这样吗？找一个大艺人，然后带一个小艺人。啊，我属于大艺人，然后赠送个小艺人嘛，行吧？啊，这样让我的活买一送一，对。结果，时间和爱总。女明星出访费是。
我看前两天有一个明码标价，说哪某个艺人什么歌手参加音乐节多少钱，参加这个活动多少钱，然后但是没有上面盘点没有盘点到 Demi 的，我很生气啊，我很生气，拿我们女明星不当干粮。倒带，我的青春也不会重来。念旧的人都还在回忆里。有空买2箱肠也行。行，那我给他申请他的那个出场费片酬是，2箱火腿肠。行，给他自己挣点狗粮也挺好的。有朋友老大那个疯狂动物城那个啥那个看了吗？没看啊，没看，看了没看。念旧的人都还在回忆里。最近还吃消炎药没有？我最近没吃哦。我那天我前一阵吃消炎药吃的那个胃特别难受，因为我是从来胃不疼的一个人。我就是拍戏也不算年头多，但也年头不少了，拍戏这么多年，然后就是也没有说饮食这一块说起居非常的规范，然后但是我胃从来不疼，但今年莫名其妙有的时候半夜胃疼醒，所以我在想了一下，应该是个消炎药的问题，所以这2天消炎药停了，不吃了，吃的太难受了啊。对，而且这两天我也没咋吃东西，我这2天就是也不是也吃，但是就是尽量控制饮食。决定生活不是一场电影，设定的剧情，我们在各自的轨迹，10000次呼吸也难以拉近距离。爱与不爱的真谛，答案藏在下个世纪。你的感觉如此坚定。有朋友说老大你在哪儿过生日？我就不过生日了，过啥生日啊？我这么大岁数了，过生日每次一到生日我就焦虑，一肚子气。为什么出道这么晚？生气。我在茫茫人海中能找到你，忘不了的就随它去吧，不舍不得随着我们长大，不管如何我一定会等着阳光照进裂缝的那一刻。为什么失去之后才变得朋友们，现在你看到的这首歌呢，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那个跟我们谭旋老师合作的一首歌啊，他就是找我合作的这么一个，是由那个冯唐老师作词，然后段思思老师谱曲的一个歌，叫做《有去无回》啊。回到哪里？因为我也好久没有唱这种静静的这种歌曲了。青春暂足力气如樱花般，在瞬间开尽。我看见时间和白首喧闹的山林。我当时是没想到这首歌会在最近发，你说有去无回，所以我那个大连演唱会报批的时候没报这首歌，但是今天让他们去报了啊。不知道到时候来不来得及，来得及在大连演唱会上我就会唱这首歌，有去无回。有去无回，而你在哪里？剩下枯木般
没有任何花期的后半生。我像个孩子盼着游向脚触不到的海底。那天山里的鸟叫，声音大得像狗叫，天再冷一些吧，越冷越好，可以抱着你，抱着你就好。户外的絮飘，声势大得像雪飘，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可以抱着你，抱着你就好。有朋友说宁哥想看你录音时候的照片儿。太丑了啊！就是我会那种东西，我唱歌的时候很狰狞。刚刚有朋友说这个歌应该叫抱着你，就是你觉得这个名字不太好是吧？这个名字叫有去无回，然后你觉得不太好，应该这歌名应该叫抱着你。你是不是觉得你的建议很重要？你专业搞音乐的啊？还是说你是作家？你会比谭轩老师更懂啊？不许这么说！有去无回这个歌名，让你听完之后，有朋友说应该这个歌名叫狗叫。你礼貌吗？啊？你礼貌吗？刘宇宁唱歌是狗叫啊？这名字吉利，这不埋汰人吗？哎，今天刘宇宁发歌了，啥歌？狗叫，骂人呢在那儿啊？你是不是还得跟你朋友解释啊？不是说刘宇宁狗叫，不是说刘宇宁唱歌是狗叫，是就是那个歌叫狗叫啊？什么话这是？是几万年前的光，很艺术的一首歌，直接被你拉低了档次。有朋友说抱着你，你这词这个歌名也不是不行，但是呢太直白了，太直白了。他这个歌传递的并不是要抱着谁，那个玩意儿抱一下那个东西，它不是最重要的，它表达的是那种情感，就是无论岁月变迁，时光荏苒。我觉得就是还是抱着你那件事是最美好的。这个抱着你是个形容词，它虽然是个动词，但是它是一种形容啊，它是只要抱着你就好啊。我看到的你啊，是那时的你，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燃了人没告诉你。那天山里的鸟叫，声音大得像狗叫，天再冷一些吧，越冷越好，可以抱着你，抱着你就好。多好啊，这个歌啊，户外柳絮飘，声势大得像雪飘，我第一次意识。你看，户外柳絮飘，声势大的像雪飘，就是其实他内心是那种有点孤独，就是寒冷，他渴望温暖的一个状态，你懂不懂？
他并不是要抱着你，他不是就是单纯的你就是肤浅这种肌肤之亲，完蛋。我可以抱着你，抱着你就好。欢迎朋友们收听刘宇宁的新歌《狗叫》。大的像狗叫，天再冷一些吧，越冷越好。户外的絮飘，声势大的像雪飘。我本身我就是个学厨师的，朋友们，我是学厨师的。然后这个厨师学校毕业之后是去当服务员，去卖衣服当导购去了。我就够没文化了，你比我还是这么差了一层。这歌要真叫狗叫可毁了。我一次意识到，我可以抱着你，抱着你就好。我可以抱着你，抱着你就好。我可以抱着你，抱着你就好。我可以抱着你，抱着你。有朋友说，为什么山里的鸟叫声音大得像狗叫？为什么会像狗叫？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这样的，你去给冯唐老师留言呢，你问我干什么？词又不是我写的。你去问问人冯唐老师，你去人那个自媒体号上你就问一问。那东西你们得问创作者的因为每一首歌是这样的，每一首歌无论是演唱者也好，收听者也好，听众也罢，他就是每个人听到他感受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你感受到什么是最珍贵的，那个是独一份的，并不是说我这个歌要告诉你什么，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是让你的感受是最重要，你感受到什么那就是什么啊。就好，我可以抱着你。有朋友说我的理解不能跟你分享，那因为那是我的理解啊。我就觉得这句写的非常生动啊，因为谁会把这个，就是谁的歌词里就是会出现狗叫两个字，而且呢它不是骂街，你懂吗？它不是那种就是像那种调侃别人的骂街那种的，就是那种词，它是一种很美好特别的一个形容词啊。抱着你就好。我看好多朋友问我，算了，这个问题我不说了。就有些问题你是不是不能问我的？因为这不是我想去就能去的。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日后学会长大，沐风知雨，渐渐明白了家。鱼贯而行，变成馥郁的花，却又多了风沙，总要独自面对，刚好他就遇见了他。我星光大赏去吗？
我去啊！我都上次已经说过这话题了啊，可能是你上次没有看我直播去啊。尖叫之夜、星光大厂都去，都会去的。因为可能明年我就未必会去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作品，所以今年珍惜一下，赶紧去啊！明年我可能就比如尖叫，还有这个星光大厂，我就未必会去了。为什么？因为当年没有剧播，因为我今年没拍戏。趁今年能去，赶紧去吧。世界嘈杂，回声已是远近。也曾不知颁发什么默默抱紧，似那无声的牵挂。四季走过，时间滴滴答答，好像懂了一些，也将一些。反正12月份我会稍微比较忙碌一些，因为很多行程是超级赶的，而且都是那种极限操作。再加上这一次我每个活动都会稍微的比以前，也不能说认真对待吧，反正就是会流程多一些，所以，流程多一些，所以我就会稍微的折腾一点。酸甜苦辣俱是芳华，生活怎？然后呢，尼克，那你去参加可以给人颁奖。你是这些就是平台内部的人吧？你怎么知道这次我要给人颁奖？你是不是内部的？你该不会是某一个营销号吧？阳光也不忘记拍打。有人说苦痛要咽下，逸散的云不如做风中的花。一封长信写下，将爱轻轻的他，给命运里所有的分岔，共爱所有值得被爱的那。有朋友说那个颁奖真是就是这一次那个都会选出一个就是最知性的粉丝团体，我主要是给咱家这些粉丝去颁个奖。咱们呢就是会出一个这个刘宇宁粉丝代表去到现场啊，刘宇宁粉丝代表去到现场，然后刘宇宁本人给他颁奖，就是2025最知性粉丝团体，摩登兄弟刘宇宁的粉丝。有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可真了。一场。有朋友宁哥，你昨天来天津干啥了？这个微博发东西莫名其妙，不是没有莫名其妙，就是微博是这样的啊，就是它整个这个对于信号和这个定位的采集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讲究的就是一个大范围。哎，对。而且呢，它起到了一个什么呢？它起到了一个保护艺人的一个作用。就比如说，我实际在北京，但我发完微博就显示天津啊，这样呢，就让一些这个比如说那种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就是不法之徒无法定位我在哪儿，他为我的人身安全考虑。它其实是一种保护艺人的行为啊，所以微博还是很厉害的。嘈杂，回声已是远近。当然跟人微博也没啥关系啊，我有手机定位的事儿啊，手机定位的事儿。
啊，当然跟手机也没关系啊。手机这个定位是非常准确的。刚才有朋友问我说：“宁哥，你的手机换颜色了吗？”那个以前是上一次看我直播是一个那个 iPhone 17 Pro Max 橙色2T 版本，为什么现在换成一个银色版本了？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有朋友说宁哥这是又换手机了，没有，买了一个颜色的一个膜贴上的。当时我觉得这个橙色就是很特别，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用着用着我就觉得有点橙色掉色吗？不掉色，这掉什么色？不掉色，一点不掉色啊！有朋友以为是橙色掉成白色了，那不可能啊！看你编，我真的、啊，这个是实话。这你可以看一下，这下面底层，你看这个底层下面已经就有那个橙色露出来，没看到吗？这边缘，你看那个闪光灯边缘都是橙色的，贴了个这个金属膜在上面，真的。你这是有一天净胡说八道。我现在属于狼来放羊的小孩吗？你们就是有点就是。家人们还说什么？还说什么？家人们，什么色？再给我重新说一遍。刚才对我不产生信任那帮朋友，再给我说一遍，什么色？再给我大声的说出来。橙色。也曾不知伴发什么默默抱紧，似那无声的牵挂。四季走过，时间滴滴答答，好像懂了一些，也将一些放下。酸甜苦辣俱是芳华，生活怎什么玩意儿？银色膜在哪儿买的？那一定是我们京东啊！啊，就是想要购买宁哥同款这个后面银色膜的朋友，请上京东啊！阳光也不忘记拍打，有人说苦痛要咽下。京东双11最高低至1折，双11已经过了啊！啊，双11已经过了，行了，别，带人打波广告啊！是。散的云不如做风中的花，与风长信写下，将爱轻轻的他，给风里所有的分岔，浓爱所有值得被爱的那一刹。生活赠予阳光，也不忘记拍打。有人说苦痛。朋友们，我隔壁好像是打起来了。我隔壁好像是哐哐一顿打啊！让我去看一眼啊！我去瞅一眼，我去瞅一眼啊！这样，我先放个 VCR，然后你们看一下，然后我去隔壁看一下啊。你们等我一下啊！我放个 VCR，你们先那个将就的瞅一瞅啊，也不是将就了，一定是这个非常的好看的一个 VCR 啊。
呃，OK， 好嘞。名字念10000遍。嗯。回来了啊？怎么回事？没有，隔壁没打起来，我听错了，他们在那隔壁看那个大生意人呢。在那看大生意人呢，学习怎么做生意呢？行，希望他们生意兴隆。好看吗？好看是一定好看的，我邻居都在看，你想想，对吧？这说明路人盘很大。一个剧好不好，不是粉丝吹出来的，是得看路人盘，而且数据也不代表一切，朋友们。你要看的是一个观众真实的反馈。你淋湿了双眼，你即将对我说再见，我怎么舍得你啊？我怎么舍得你啊？你就要出吧。有朋友第一次看你直播很开心，你高兴的有点太早了。我的肩，说跟我再喝一杯，当作是最后的告别。宁哥，你邻居还没粉上你吗？那你得问他呀。他有可能是粉上我了，毕竟这么正义一个小伙，每次只要一直播都得要到大家敲门说你家没打起来吧？你家没事吧？怎么听汤的屋里乒乓嘣儿吧的？他估计他就是通过我的这个正义感，我估计也能粉上我。有可能，但是他没有直说，也没有问我要我签名照，这个东西就是那就不从得知了啊。祝你呀，我怎么忘了你呀？有正义使者是充满了正义感啊，没事就是只要自己一直播就要敲邻居的门，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正义感爆棚，就是得怎么说呢？就是就是绝了。雨下，每一次天黑，我把你的名字念10000遍，整个心全部都是你啊，哦，全部都是你啊，可你不回答，像会连成线，我却没办法再见你一面。然后再那个什么，想要当我邻居啊。有朋友，宁哥是你住我隔壁，我天天敲你门，禁止你这种私生行为。你天天敲我门，你和上次在我直播过程当中给我打电话那种人是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是否还能记得我啊？你可要记得我啊？永远不放下。有朋友说我敲你的心门，那估计你连门把手都够不到啊。那就是有点远了。有朋友说网传跟你合照是5万块钱，网传跟你合照5万，这么贵吗？谁替我在外吹牛呢？
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钱。嗯，跟我合照的呢，一般都是怎么说呢？就是一般都是要不是那个电视台那面的人联系的啊，要不是什么呢？要不就是我参加某一个活动，这个活动里的一个就是类似像广告赞助这种的赞助，然后那些方面的啊，就是大家也知道，比如说这个活动是那个某某某品牌赞助了，或者怎么样，某平台赞助了，然后呢，有一些那些老板的家眷，就容易说就是，比如说打个招呼说，哎，那个小宁能不能合个影啥的？我说得合，你毕竟这个那个来演出，你给我通告费了，你说不合你也不太好办。咱家这些粉丝当中，就是也不能说咱家这些粉丝，因为可能很多人他是这样的，他很多就是别看这个直播间，可能大家你也在看直播，他也在看直播，但是这个直播间里真的藏龙卧虎的。我这些粉丝群体里边有很多特别厉害的人啊，特别厉害。前两天有一个活动，有啥活动？那个啥活动我就不提了，反正就是一个活动嘛。然后有一个那个咱们家算是粉丝吧，一个女士，一位女士，女粉丝就是进来跟我合影，然后给我介绍说啊，她谁谁谁谁谁，我说啊，厉害厉害厉害，啊，真棒真棒，然后就合了嘛，合完了，合完之后到了另外一个活动又碰到了，到了另外一个活动又有那个当时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哎，那个这谁谁谁来找你合影，我进来一看面熟啊。我说前两天咱俩不合了吗？前两天咱俩不是合了吗？然后那个他就说啊，是宁哥，你记得我呀？我说是没隔几天呢，你照了你还照干嘛？是因为上次那个没拍好吗？都照一遍了还照相？然后他说没，正好赶上了，就拍一张呗。那个他也有点那种就是很客气啊。我也想说这纯铁粉，哎，这纯铁粉。当时心里就燃起了一种就是也不能说自豪感吧，跟自豪感可能就是觉得，因为你被人所喜爱，你一定是开心的嘛，对吧？而且你的这个粉丝群体当中又有这么有这个实力的，你自然会有一些就是也不能说就是喜悦，就是有一点开心嘛，就是哎挺好的，哎这个关系挺硬啊，你看又找人就跟我合影。就很开心。我说纯铁粉，合一次都没够，我合2次，哎，在那美呢。隔了一会儿，我去张凌赫这个休息间一看，他跟张凌赫在那合影呢。啊，这么事儿啊？啊，是，所以我就通过这件事，我就断定了他肯定不在我粉丝群里。因为我粉丝群得进我粉丝群，一定得是伪粉，一定得是伪粉啊！这种就是多单这种的，就是没资格进。你虽然就是家里很有实力，很社会很吃得开，很有牌面，但是你进不了我刘宇宁的粉丝群，就这么明摆的告诉你。你勾住了我的肩，跟我说再喝一杯，当作是最后的告别。我怎么留住你呀？我怎么忘了你呀？要上泪去下。每一次天黑，我把你的名字念10000遍。整颗心全部都是你呀！我少喝一点，我没多。你是以为我刚才说那番话，你觉得是酒话？我刚才说那番话，你觉得是醉话是吗？你不要忘了，就这点我能多。
喝苏打水喝多了，我没喝多啊，不用劝我。都是你啊，可你不回答，像会连成线，我却没办法再见你一面。你是否还能记得我啊？然后说喝的不是水，是醋。啊，上场直播不是有朋友跟我说了，说那个说宁哥来山西做客，请你喝醋。人家他是跟人学，有个朋友是贵州的，贵州说宁哥来贵州，我请你喝茅台。嗯，你可要记得我？我上热搜了30%，我不信，我瞅上那么一瞅。永远不放下。读了四书五经，学会一身担当，翻过陈年旧账，走马几轮光阴，也走历了面庞，演过人情薄凉。我看过万。朋友们，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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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上热搜了，肯定火了，朋友们。不谦虚的说火了，朋友们啊，现在是真的是纯火了啊！热搜现在就是30，有朋友说热搜第9了，你看的是微博热搜吗？咱俩用的是一个微博吗？火了，开心，敬各位一杯。雪茫茫，也曾被谁紧握不放，只剩这一柴米油盐中和醉一场，翻一个身，成就会场，好戏正在开放。莫名其妙的啊！我不知道你会有没有发现，那之前我讲过这个，有没有发现？就是你会发现很多这个我们父亲辈儿的啊，或者叔叔辈儿的，就是你只要喝完白酒啊，都是这样的，这样。我都喜欢。我心想，你这么难喝，别喝了，你这么难受，别喝了啊，喝点汽水得了。天下有道理，千军一血万两，做人应如同伴，万远内方，一步烽烟，一条路，一生永找不着。不，可能辣嗓，别喝了啊，别喝了。嘿，众生万象，粉墨登场，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山有道，我担当。嘿，日出东方。有没有扑通扑通讲一讲吗？扑通扑通有啥讲的？就是演出是吧？这样吧，我今天呢，这个这个主播小宁呢，就带你们蕊一下摩登兄弟刘宇宁这个去音乐原计划的一个舞台，好不好？今天咱们现场蕊一下这个舞台，看看这个刘宇宁在这个综艺上表现怎么样。我们就是咱就不黑不贬啊，咱也不保，咱就是就是从音乐的角度出发，咱们来这个蕊一下刘宇宁的舞台，好不好？啊，想看啊？行，是这样的啊，
我一笑，好像有朋友就了解。你看刘宇宁一笑，就不知道什么坏心眼就钻上脑袋了，什么坏心思就上来了。你们是想看那种花了钱的，还是说那种要流量的？你们想看哪种？我就都，因为我这人吧，我干一行爱一行，哪怕我做这种 reaction 这个乐评的这种博主，我也是有一种什么有职业道德啊，我有职业道德，收了钱，有时候说有朋友要花钱的是吧？就是刘宇宁这边给我钱了那种的是吧？要流量的，都想看，两种都要啊。有朋友说花了钱黑你的，那也倒不至于了。我要剧上的话，他花点钱是，花点钱是有，因为他是打击竞争对手嘛，这是可以的。但一个舞台没必要花钱黑，这个确实是，就是因为你会发现有一些那个确实有黑我舞台的那种呢，其实不是，他跟粉丝一样，粉丝是为爱发电，他是为恨发电。啊，有很多是钱都不收，就纯为恨发电。啊，为恨发癫啊！这样，两个版本都要是吧？那这样子，咱先来一个什么呢？因为咱家朋友们是这样的，有很多朋友很心疼我，因为他觉得宁哥平时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已经被黑的够惨的了，他就不想听刘宇宁自己，他就不想听刘宇宁去贬低刘宇宁。但是其实呢，就是咱作为一个对，他会很心疼我。但今天这样式儿，我哪怕做那个黑刘宇宁的，我也不会说的太难听，我不会是那种难听的，我会让你听不出来我是恶意还是好意的黑刘宇宁，好不好？好，哎，咱们再感受一下啊，就让你挑不出我毛病，但是我还把这件事做了，行，那我们就选一个刘宇宁的扑通扑通这个舞台吧，好不好？因为他这是最近的一期嘛。嗯，叫五彩斑斓的黑也不是，也没有那么厉害了啊，就是让你听不出来的那种。好嘞，来，我们把这个视频好好弄一下啊，给主播本人点点关注，朋友们啊，还没有关注主播的，把主播关注点一点啊，以后我会不定时的去更新一下我的一些内容，所以呢，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主播的，把主播关注点一下，谢谢各位啦啊，嗯。点了啊，好嘞，谢谢各位了啊。开始没有不锐评，我们看一下啊。哦，扑通扑通，音乐人门尼哦，是门尼的一首歌是吧？好的，看看刘宇宁会如何诠释这首歌。我们来看看他的舞台啊。配合了一个响指的一个动作啊，表现的比较松弛。从历史也偷偷吹散海鸥，沙滩和晴空依然牵着手。我试着靠近，试着听日落声音，呼吸着你的呼吸，就让所有的不开心躲进我们脚印湿的空气，飘到了大地。我们的记忆还在延续。如果你愿意，我希望可以。永远陪着你，你在水里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你的一切都值得歌颂。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多么的轻松，你在心里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
你的笑照亮整个星空。不懂不懂，我不懂不懂，怎么能停止这份激动？ OK 啊，这一段已经就是一个 A B 段已经完事儿了。首先这首歌呢，它前面用了一个比较类似像百老汇啊，也不知道是百老汇还是夜上海的一个风格嘛。它前面显得很那个，就是那个开场很新颖啊，又很复古。然后呢，它整个的表演的一个状态呢，就显得很松弛，然后也是坐着唱的，用一个长椅的造型。但是呢，我会觉得，首先这个旋律是很洗脑啊，你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怎么能停止这份激动？就是它虽然是这首歌是一个很松弛的歌，但是呢，我觉得他唱在对这首歌的处理上，他没有很松弛，他其实是有一些略显做作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和他的一个坐姿，他坐在这个椅子上的一个状态，包括他的一个整个打响，包括前面的设计打响指，都是为了故作松弛嘛。他做松弛的这个感觉呢，和他的这个整个的状态呢，和他唱法啊，就是有一点做作，他就没有那么松弛。你又松弛又做作，这个东西本身就是矛盾的。而且我不是特别喜欢他的编曲啊，因为这个编曲只是在开头用了那个类似百老汇的这么一个风格啊，有点像舞台剧这种风格，但是它整体的唱呢，其实还是流行的唱法，所以它和伴奏是不太贴的，它整个状态是不是特别的贴。然后呢，而且他坐在这个台上，我首先觉得，因为我以前也是做歌手的，我首先觉得坐在舞台上唱歌这件事儿，首先不是特别尊重观众啊。因为观众都站着，你坐着，你什么意思？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我不代表其他人。我就是觉得，如果在我这块的话，我会觉得他有点不太尊重台下的观众，因为我相信台下都是他的粉丝嘛，他不是号称爱粉丝吗？那为什么他要坐着唱，粉丝站着听？我觉得这个首先，我觉得违背他平时想要传达给观众的那种，哪怕是他粉丝的那种东西，就是很跟粉丝好像很能够双向奔赴那个，我觉得这个舞台没有体现到那个感受啊，这是我个人感受啊，没有，就是因为我跟他也没有仇，所以我没有黑他的意思啊。首先他的编曲和他的唱，他有一点脱节，啊，就是他是那种很做作哈。棕榈树叶偷偷吹散海鸥，沙滩和晴空依然牵着手。他是这种，但是呢，你就觉得没有托起这个伴奏，我觉得这个伴奏就是和他有点脱节啊，不知道，这是我个人感受啊。那我接着往下听啊。说唱的环节。哎，你听这个说唱的部分啊。这份激动，习惯了海边有你的海边。哎，习惯了海边有你的海边啊，这个就和我听过的有一首歌很像，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个感受啊？就是那个记得2000年的夏天，一个人在海边聊天，发现你不在我身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记得2000年的夏天啊，你看这个地方。这份激动，习惯了海边有你的海边，却差一点以为的生日就是你的双眼。我记得光下眉宇之间，一刹那点起火焰。虽然那月儿把遮面，但是我看见我们红着脸。这句是没唱，他属于这一块属于就是假唱了，对不对？这一句你看他是完全没唱，他是伴唱帮他唱的。其实这种唱现场的朋友们啊，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歌手，你自称歌手，你一定在舞台上得全开麦，你不能嘎有一句停了你不唱了，那你等谁是给你唱的？等我给你唱啊？我唱不了，我能唱我上那个舞台了，对吧？所以就是我就比较客观的说，就是因为我跟刘宇宁其实没有仇，但我第一次看他的这个舞台，这是我就是当时的一个感受。你看那个地方啊。这记得目光下眉宇之间，一刹那点起火焰。虽然那月儿把遮面，但是我看见我们红着脸。这一句没唱，就说明很明显他的气息处理上是有问题的啊！你看我给你唱，你看你如果是我给你示范一下，这一句是完全可以唱的，因为我确实对气息这块有个训练。你看啊，一刹那点起火焰，虽然那月儿把遮面，但是我看见我们红着脸。我们在迎风摆，自由自在，飞翔在熙熙攘攘的人海，也停不下来。我们在，你看
我对这个地方处理，我就完全可以不把它停止，我完全可以把它唱出来。所以他这个地方，刘宇宁对这个气息的把控，我觉得，他虽然就是唱的什么，其实大差不差，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节目毕竟后期修音嘛。但是呢，对于这个，我觉得这句就是明显能暴露出他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当然不是大事啊，通过训练都可以弥补啊，就是他气息上有问题，这个地方他完全是脱节的啊。脱节的，他应该是他用了门尼帮他去点唱的啊。再加上那个，再加上门尼的声音非常有特色，所以导致什么呢？导致就是这个地方他有点被比下去了。你听下这个地方啊，你看门尼的声音就很有特点。我们在等花开，谈情说爱，浇灌属于我们的期待。你在水里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你的一切都值得歌颂。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多么的轻松。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有点问题了，又有问题了，朋友们。我觉得整首歌的设计是有一点小小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看他刚才已经在 A 段的时候 A B 那个副歌的时候已经唱过了，你在水里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你的一切都值得歌颂。这个地方你已经唱过了，你第二段的时候再唱同样的旋律会略显无聊。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如果我觉得刘宇宁聪明的话，他应该把这个旋律稍微改一下，哪怕是升个8度，比如说你在水里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你的一切都值得歌颂，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哎，你立刻降一个低8度来唱，让这个歌突然就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个感受。所以他这个处理其实不聪明，或者你高8度，你在水里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都可以，但他没有做一个变化，所以两段的副歌基本是同样的，就觉得有点腻。行，我们再往后听啊。你在心里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你的笑照亮整个星空，扑通扑通，我扑通。你看刚才那个其实就这个门尼是这个歌制作人是吧？你看切了他一个镜头，你的笑照亮整。你看你们仔细看啊，门尼这个表情当中其实有一些无奈。他其实你看，因为我是学过这个心理学的，人的这个表情就只能，你看他是这种的，有点苦笑。有点虽然在笑，但是有点苦笑，然后又在点头。通常在心理学上，这种行为是什么呢？是这种就是你看啊，我给你的配内心潜台词，它是这样，什么意思？这么好一首歌让你唱成这样，也就是来录电视吧，我不能说脏话。行，我保持微笑，保持体面。行，你就给我唱成这样，很无奈。你能感觉到，但是可能你们很多观众，你们不是专业学心理学或者专业学音乐的，你们感受不到这些东西啊，很无奈，能感觉到你很无奈。你看我们再细细品味他这个表情，你看看啊。扑通，我扑通扑通，你的笑照亮整个星空。行，就唱成这样。扑通，我扑通扑通，怎么能停止这份激动？好，站起来了啊。咱们先说他这个行为啊，你看在副歌的时候他站起来了。刚才说了，坐着唱很不尊重观众。他现在他可能听到我 reaction 了，所以他站起来了。但是你的尊重来得太晚了，你的尊重来得有点太晚了。所以虽然有那么尊重一点，但是有，但不多，不够尊重啊。这是卡祖笛对不对？哦，不行，他这个设计纯就是有一点画蛇添足。首先，我觉得这个卡祖笛的音色首先是不符合这首歌的，因为这首歌整个的气势给大家是很庞大的。你看前面那个交响乐光一起，你这地方最起码得是个小号，
或者是个萨克斯，或者哪怕是个小提琴、大提琴都是可以的。一定要特别优美的旋律，嘎一出来，你一瞬间就可以抓住观众的心。但是你弄个卡祖笛，我觉得是那个劲儿是有点掉的，朋友们啊，我不知道，我个人感受啊，我觉得这个编曲做的其实给了他很多，但是他没有做到。哦，小号是那个，你看，哎，我用嘴随便模仿一下，都比他这个音色好听。马上质感不一样。我是被你牵引炙热的潮汐，每天翻来覆去，为的都是你。哪怕我们还有一点点距离，不希望可以永远一直陪着你。你在水里扑通扑通。不过该说不说啊，该说不说，朋友们，咱们就说句公道话，刘宇宁这人还，就是音乐方面我们不评价了，但是确实长得挺帅的。所以我也明白他的歌迷为什么就是会喜欢他，他确实小伙挺帅，哎，就是挺带劲。我刚才有一瞬间被帅到，我刚刚有那么一瞬间，你看啊，就是刚才那几个镜头，有一瞬间被帅到了。永远一直陪着你。你在水里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你的一切都值得歌颂。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默默的轻松。你在心里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你的笑照亮整个星空。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有朋友说长相终于得到黑粉的肯定了，我不是他黑粉啊，我纯路人。啊，怎么我平台不能说句公道话吗？我纯路人啊，我跟之前不认识刘宇宁，其实纯路人。因为我就是路人宁，怎么能停止这份激动？有。行了，这个舞台也算我们蕊完了。首先呢，刚才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很多问题，我在过程当中已经说了，所以呢，总体来说，我觉得刘宇宁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所以那个还有继续要努力的方向，或者是可能我不知道，我是通过他演戏认识的他啊，我不知道他以前是个歌手，我只是看过他演戏，没想到唱歌也可以，但是呢，跟人专业歌手比，还是说有那么一些差距。所以呢，一个演员来唱歌，我觉得能做到这样，其实中肯的说啊，已经不错了啊。但是呢，跟专业的音乐人去比，我觉得，从专业度上应该再提升一些啊，包括音乐的审美啊，包括编曲的选择呀，包括唱法的运用啊，包括一些就是花里胡哨的东西可以减一减啊，就是不能光靠一张脸在这个歌手圈去混，其实也是。比较艰难的，所以呢，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了。也希望这个收看我频道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那在这里呢，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给主播点点关注，谢谢各位啦，拜拜。我点举报，别举报。行了，你有朋友说不关注了，取消关注。接下来这一版就是这种，接下来这个又换一种方式去蕊一下，好不好？朋友们，你们先留步。我突然感觉我做错了，我又后悔了，我再重新蕊一版。各位不要取关，不要拉黑。我突然觉得我做错了。朋友们，咱们再蕊一遍啊！不是，朋友们，欢迎收看。今天我们来看一看那个刘宇宁的一个在音乐原计划上最新的一个舞台啊。他这首歌叫做《扑通扑通》，也是跟我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朋友啊门尼去合作的一首歌。
然后我们来看看今天舞台怎么样。我们也不黑不吹，我们就就是很平常心的去看看这舞台表演的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谢谢。嗯，哦，给了手部一个特写啊。哦，他是做了一个长椅的这么一个造型，然后穿着这种礼帽大衣这种的，然后坐在长椅上。可能我预计啊，他会做一个非常爵士的一个编曲吧，因为他整个妆造就是贴合这个，就是比较的爵士嘛。啊，不知道，因为它很松弛，看起来哈。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编曲是什么样的啊，很期待。嗯，哦，帅哦，哎。从离深夜偷偷吹散海鸥，呜，沙滩和晴空依然牵着手。我试着靠近，试着听日落声音，呼吸着你的呼吸，就让所有的不开心躲进我们脚印湿的空气，飘到了哪里？我们的记忆还在延续。如果你 This guy is famous. This guy singer. Oh, I like this boy. She's very hot. I like hey her hey 啊。哦，愿意，我希望可以永远陪着你。你在水里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你的一切都值得歌颂。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多么的轻松。你在心里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你的笑照亮整个星空，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怎么能停止这份激动 OK，我觉得这个舞台很有想法。首先呢，它就是整个的那个状态，包括歌词的融合。棕榈树叶偷偷吹散海鸥，沙滩和晴空依然牵着手。就是它这两句歌词就会让你很有画面感。你好像哪怕你身处一个公园里，或者是沙滩边上的一个椅子上，你看着周围的人，你可能是故事当中的人，你也可能是那个正在看着别人在续写他们各自的故事的一个旁观者，就会有一种很轻松。而且我觉得刘宇宁这个人很聪明，他很知道如何跟伴奏贴合。因为前面这个他整个的这个编曲方式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类似百老汇的这种的，嘟嘟嘟嘟这种东西。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很正常的去唱，那这个和伴奏是不会很贴的。所以他用了相对戏剧化的一个表演啊。我听到他的音色，他的处理，朋友们，我们往前翻一点，你感受一下。别你听他的前两句啊，前两句的唱法，你们仔细品啊。哎，很松弛。从离深夜偷偷吹散海鸥。你有没有听到？很多朋友没有听到他的唱法，因为我是专业的，所以我能听出来。他正常的第一句是“棕榈树叶偷偷吹散海鸥”，对吧？他是用略带笑容的那种唱腔去唱的。棕榈树叶偷偷吹散海鸥，沙滩和晴空依然牵着手。他是就是你能通过他的歌声，你就能感受到他其实在笑着唱的。你们来仔细听，你听啊，他是笑着唱的，你们听。从离深夜偷偷吹散海鸥，沙滩和晴空依然牵着手。我试着靠近，哎，试着听日落声音。你看那种很有戏剧化，我试着靠近，试着听日落的声音。哎，他就好像那种，所以我觉得做演员的，就是他通过这个做演员的这个时期，
让自己对角色感更加的立体化，我觉得对他唱歌都是有帮助的。你会发现他的舞台都很有角色感，对吧？棕榈树叶偷偷吹散海鸥，沙滩和星空依然牵着手。我试着靠近，试着听，我试着靠近，就是那种笨拙感，一下就唱出来了。小心翼翼那个感觉一下就出来了。哎呦，真不错啊！哎，所以他整个的这种唱法和处理就很贴合。哎，刘宇宁这个人唱歌就很贴合这个编曲，因为这编曲本身就是一个有点像歌舞剧的那种感觉哦，他就是那种感觉就。既然牵着手，very 有朋友说讲英文 very good 这个舞台 ，This show is very good， very beautiful， very nice，very nice， good show。OK， 咱们维亚 go on， 记着你的呼吸，就让所有的不开心不进我们脚印湿了空气。刚才到了这个副歌这个部分了啊。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怎么能停止这份？哦，刚才我没有看错的话，他应该做了几个舞蹈动作啊。刚才做了几个dance 的一个动作。他刚才 dance 了一下，舞动了一下，对吧？啊，他刚才 dance 了一下。dance 呢？我扑通扑通，怎么能停止这在这儿啊，在这儿，你的一切都值得歌颂。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多么的轻松，你在心里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你看看这两个就是这种扑通扑通。通过这两下，你朋友你别看它很简单啊，它是这样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你通过我跟你说，真正专业的人，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通过他刚才两个简单的这种，就是叫这个叫在这个舞蹈当中叫做 up down up down up down 啊，能看得出来，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舞者。非常专业的舞者，就这几个幅度，你看这个卡点哦，而他在一个鼓点当中又有自己的一点 lay back， 就是你会发现真正懂跳舞的人知道我在说什么。lay back 就是跳的稍微比节奏拖那么1/16节奏的话，会让你的舞会显得更加自如。所以通过这个两个小动作就知道刘宇宁这个人对舞蹈这一块也是非常的，不能说精吧，我只能感受他是一个专业舞者。我们往后看啊。你的双眼，我记得玫瑰的海边有你的海，却不懂，我不懂不懂，怎么能停止这份激动？习惯了海边有你的海边，却差一点，以为那生日就是你的双眼，我记得不光。朋友们，这段说唱加的是真妙哦，非常的妙。就是他这段说唱，你看。习惯了海边有你的海边，却差一点，以为那生日就是你的双眼。我记得目光下眉之间，一刹那点起火焰。虽然那月半遮面，但是我看见我们红着脸。哎 ，very nice， 很妙。为什么？因为这一段特别有那种2000年的感觉，就是很多人都在说复古，复古什么是复古？这种就有2000年音乐，可能很多朋友现场很多朋友是00后，他可能 get 不到我在说什么，但做音乐的人都知道，这是2000年的那种，就是这叫2000年的那种音乐风格啊。他的说唱风格也是那种，因为他整个曲调就是复古，所以他在做说唱的这个部分，他也是做的复古的这种感觉，就很合。如果真的上来给你哐哐来一顿那种特别棒的那种 flow， 那真的是有点脱节。我觉得这个处理非常棒，包括他唱的音色啊，还记得海边。有你的海边，却差一点，以为的生日就是你的双眼。他唱的不是那种，你看，比如说，习惯了，就正常现在的人说唱是那种，习惯了海边，有你的海边，却差一点，以为的生日就是你的双眼。但是他是那种，习惯了海边，有你的海边，却差一点，以为那生日。哎，就很复古，很带感，很有感觉。就是他整个演出和编曲、妆造以包括唱法一体的，所以这个舞台是非常的和谐的，就是让你很舒服啊。
有你的海边，却差一点，以为那生日就是你的双眼。我记得目光下眉宇之间，一刹那定情。我觉得首先刚才有一点忘说了啊，因为刘宇宁是在舞台上坐着唱歌嘛，对吧？大家都看到他是从头到尾是坐着唱的。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点非常的好啊，因为大家已经看到，因为那个舞台很高嘛，朋友们，舞台很高，所以呢，就是如果他本身就有1.9米的个，他在舞台上一站，他就会距离观众特别远啊，他距离观众特别远。他其实我觉得他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他想过，他有思考过，他怕他站起来太高了，离观众太远了，所以呢，他一定要坐下来，就是尽量把视线和观众是平视，而不能是站起来是这样看着观众，就很不礼貌啊！你们能 get 吗？他很尊重观众，我觉得就是刘宇宁这一点做得非常好，他很尊重观众，他故意放低自己的姿态，让自己松弛下来，然后把身体放得特别低。包括女士唱副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不由自主的把身体往前探了。他开始是这样坐着，就是这种看观众，就是大家都在因为观众是站着嘛，对吧？在台底下站着，虽然站着，但是没有特别高，所以他就是跟观众有个平视。然后到了那个副歌的时候，他希望得到观众的认可，所以你会发现他都不靠了，他把身体向前探了。哦，你们可以看这个地方一个明显的一个，你看明显的一个肢体动作在这儿。我们的记忆还在延续，如果你愿意，我希望可以。你看，身体往前探了，看没到？你在水里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尊重观众，像这样的歌手真的很少见，朋友们，各方各面都想到了，对吧？很礼貌，很礼貌，很尊重观众。我觉得这种好歌手才是大家值得喜欢的观众。喜欢的歌手，喜欢的观众，哦。在水里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你的一切都值得歌颂。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多么的轻松。你在心里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你的笑照亮整个星空。扑通扑通，我扑。刚才看到那个什么，刚才给了门尼一个镜头啊，这个我们来看看门尼这个表情啊，朋友们啊。你在心里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你的笑照亮整个。你看他开心的，朋友们，你看他开心的，他那种就是因为他知道怎么说呢，不能作为一个音乐人在舞台底下，哪怕看到再好听的舞台，再棒的舞台，不能什么呢？不能太兴奋。啊，这样就会怎么说呢？很不稳重。所以你看他那种就是你能通过他的2个眼睛亮亮的，就是那种发光感，就能感受到他这个对这个舞台有多喜欢。你看他是这种的，一边笑一边点着头。啊，你看朋友们，我因为我学心理学的，我给大家分析他这个心理是什么样的。他是这样。宁哥有2把刷子，宁哥可以，宁哥你麦上蒙了，可以啊，不错不错，可以，可以，满意，真不错，可以，就是心里就是这样的，你明显在眼睛上，你因为他2个眼睛是非常专注、非常亮的，如果他是无奈的时候，他就是这种的。他就一定是眼睛是那种没有光的，但是你会发现，虽然只有灯光不算亮，短短的2个镜头，你会发现他的眼睛里在放光，就说明他对这个舞台很喜欢。朋友们，那你们仔细看，你的笑照亮整个星空，你看2个眼睛在发光。我扑通扑通，怎么能停止这份激动？哦，卡祖笛是吧？这段加的特别妙，朋友们。他很知道怎么抓住观众的心理，他很懂，因为我觉得他是做演员导致的，就他知道怎么样做戏剧化的东西，因为他整个的表演舞台就是包括编曲就是戏剧化，所以呢，他就是有点做的那种喜剧的东西。比如你看，你听前面，它是那种特别宏大的音乐，大家以为他要开始跳舞了，开始华尔兹了，开始这个高雅，
啊，开始高雅了啊，开始这个就是各种什么那种大提琴来了，就是那种特别猛的那种东西，应该上劲儿了。你听前面，对吧？前面铺垫的特别宏大，但谁能想到他掏了个卡祖笛出来，这种落差感让大家产生了喜剧效果，而且大家会就哦，有这样的想法，很有想法的一个歌手，我觉得很棒，就是一定要拉反差啊，一定是拉反差，他这个舞台就很有反差感啊。氛围一下就上来了，大家以为要这个很棒的东西出来了，但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卡祖笛。我是被你牵引炙热的潮汐。你看看，这就是戏剧化。刚才给了一个很宏大的一个东西，让你觉得好像宏大的东西要这种，比如像这个小号啊，比如说那种大提琴、小提琴、钢琴什么就要出来了，很美的音色就要出来了。结果他用了一个卡祖笛，当大家觉得卡祖笛的这种小戏谑的东西又觉得很可爱，当他可爱完事，马上又给了你一个相对正经的东西。这种就是让你到惊喜再到惊喜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他做的非常的妙，这两个东西的连接。他用两个非常戏剧化的连接，把这个东西做得很丰富啊！每天翻来覆去，为的都是你，哪怕我们还有一点点距离，不希望可以永远一直陪着你。你在心里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你的一切都值得歌颂。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默默的轻松。你在心里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你的笑照亮整个星空。扑通扑通。你看，刚才说他坐下是为了尊重观众吗？他为什么到后面站起来了？你会发现。他就是更加的尊重各位了，因为他前面是为了跟观众打成一片，跟大家视线是平的，离观众更近。但后来呢，到了后面稍微有一点表演性的东西，他一定要站起来。为什么要站起来？因为要正式的表演了，要很正式的把这个想要传递的东西给各位了。而且你会明显发现，他往前走了几步，也证明他是想离观众更加的近啊！你能感觉到吧？我不用说，很多东西真诚是能感觉到的，不用我说。我不懂不懂，怎么能停止这份悸动？有，真不错，真不错。这个舞台哈，我最后想说啊，其实这首歌我觉得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每一段的副歌都没有改一丝一毫的旋律。啊，他通过一段说唱和一段卡祖笛，还有一段所谓的美声的东西，他去打破了这3段重复的副歌。为什么副歌一个旋律都没改？因为就是让通过3段重复，让听众在脑子里抹不掉这个旋律。你在水里扑通扑通，我扑通扑通，你的一切都值得歌颂。就是通过这种洗脑的方式，让各位1、2、3遍，让你在这个脑海里抹不掉，你会不由自主到了第3遍，你都会跟着唱。这是我觉得是作为一个歌手最聪明的一个地方啊。我觉得我以前不太了解刘宇宁，没想到他就是一个如此专业的一个歌手，对舞台也好，对自己的编曲也好，或者对整个的演出来说，非常有自己的想法。哦，我觉得今天认识的this cool guy。I'm very happy. I like him. I like.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会 go on 去 reaction 他的一些 show。OK，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那所有还有没有关注主播的朋友们，把这个主播关注点一点，也希望下次节目我们再会了，朋友们，拜拜。
好累呀、不是有去无回的，不是爱情，有朋友蕊了1个小时啊，真的啊。但一直有去无回。有朋友喜欢第2个主播啊，第1个主播有点就是，当然第1个主播属于说实话的主播，他就说了一句实话，刘宇宁这人形象不错。爱到哪里？其实音乐也好，影视剧也好，或者是审美也罢，我觉得就是个人喜好的问题。你想说好话，你怎么都能说；你想去贬低一个人，永远有方式，永远有。所以是非常主观，不能客观的。艺术类的东西一定是非常主观的啊。英语说的很好，英语确实挺好的，我这块我英语确实不错啊，就是嗯，因为毕竟咱们直播间其实有很多就是外国的朋友也在看我的直播，所以呢，就是其实我在想啊，要不要就是下一场直播用全英文直播啊，全英文播一场，播仨点儿，咱们就主打一个国际化。哎，最后发现一场直播只说了6个单词。OK OK good good OK OK 明白 understand understand OK OK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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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you sure? I'm very sure. Of course. Of course. 嗯，抱着你就好。忽然连续飘，声势大得像雪飘。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可以抱着你，抱着你就好。你们在那秀英文了 ，Amazing。Hello，拜拜。行吧，没办法了，开玩笑，就是那只能难为各位这个那个比如说外国的朋友们，你们就是辛苦学中文吧，辛苦了，拜托了。我看到今夜的星空，是几万年前的光。有朋友说，我妹说你话好多，你妹话有点多了。
啥叫我话好多？你帮我问问他话怎么那么多？招谁惹谁了？开个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我看到的你，当然了，我得话多呀，我话不多，我直播大家看啥呀？我刘影要纯靠脸能走到今天吗？朋友们，不就得靠我持续的输出，然后这个直播，要不我直播谁能看下去？我当时我刚一直播就是这种摆个 pose， 是那时的你，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染了人没告诉你。那天山里的鸟叫，声音大得像狗叫，天再冷一些吧，越冷越好，可以抱着你，抱着你就好。户外柳絮飘，声势大得像雪飘，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可以抱着你，抱着你就好。那天山里的鸟叫，声音大得像狗叫，天再冷一些吧，越冷越好。户外柳絮飘，声势大得像雪飘，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可以抱着你，抱着你就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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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抱着你。这音乐不太行。我觉得刚才有朋友一直在哈哈，我觉得是跟音乐有关系，我觉得是音乐的问题。난 다시 허락한다면 그대 다시 볼 수 있다면 내 지난 기억 속에서 그 아픔 속에서 그대 불러 You are my destiny 그댄 You are my destiny 瞬间怎么You are my everything 그대만 보면서 이렇게 소리 없이 불러봅니다 You wanna want my love 그댄 You wanna want my love 그댄 You're my delightable 我话不多点，这不得恶心死你们吗？是不是？还是得用这喝雪碧，这雷碧喝的真是雷呀！啊，真是碧了啊！ 그대는 영원한 나의 사랑이죠. Stay with me, 有朋友说哈哈脱粉了，
with me. 口癖を右二人の時を抱いてまだ忘れず大事にして Stay with me 真夜中のドアを叩き帰らないでと泣いたあの季節が今目の前 Stay with me 口癖を右二人の時を抱いて我宁哥是不是喝醉了？没喝醉啊。雷碧喝傻了。Coming in the city and I'm working 63rd. It's the brothers on the L's and I think you know the word. All the rapping in the luggage and it's going to a church. Everybody in the area ain't messing with the herd. Stay with me. 有朋友说文娱第4了，所以主榜掉了是吗？有朋友说我妈也在看你直播，但这种问题啊，不用告诉我，因为很正常。我那天刷到一个好像是一个女儿，然后给他妈买了我的演唱会，然后就抢到了演唱会的票，然后记录他妈看我演唱会的一个那个，算是一个记录吧啊，就是很正常。咱们家有很多姐姐辈儿的粉丝是很正常的，啊，很正常，嗯。有朋友热搜12，快去看看。哦，主榜2个热搜，没有吧？热搜12说刘宇宁说想回去演戏。哎，这个人没断章取义啊，我确实是说了，这个不能说是营销号断章取义，但这个话题就比较的有争议。首先呢，我们就从文字上来说这个热搜词条叫做刘宇宁想回去演戏。朋友们，首先呢，就是看不上刘宇宁的人呢，看到这个词本能的反应是什么呢？刘宇宁想回去演戏。哦，我说他这一年怎么没拍戏呢？他是不想拍吗？他想拍，他没得拍。我就说他不行吧。啊，是不是？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他想拍戏，为什么不拍？那你想拍为什么不拍？不是没人找你吗？哼，我说什么了？他一定是这样的。这样我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一定会比那个刘宇宁直播要高的，因为刘宇宁直播很正常。刘宇宁说想回去拍戏，但作为什么呢？作为我的粉丝，刚才没有看我直播的，看到这条热搜，看到之后说刘宇宁说想回去拍戏，太好了。尤其我的剧粉一定说，明哥太好了，我们就等你1年了。你说你开演唱会，我们在等你，终于说想拍戏，赶紧看看剧本吧，我们剧荒了。这是我粉丝的心态。还有一部分肯定是那种的，刘宇宁想回去拍戏，没事儿。我看看里面有没有很多那种怎么说呢？不能说溺爱吧，就是纯我的这种铁粉，
他们属于什么呢？他们说就是他们就很相信我，他觉得刘宇宁做任何选择，他有他的道理，想干嘛就干嘛。你想开演唱会你就开演唱会，你想发专辑就发专辑，你想拍戏就拍戏，你干什么，你在哪儿我们就去哪儿。这是纯纯的，就是铁粉。哎，刘宇宁说想回去拍戏。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是这个歌坛的这些。歌坛也不是说歌坛啊，跟歌坛是没什么关系啊，不是蝙蝠侠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刘宇宁说想回去拍戏，是不是这个音乐圈太复杂了呀？啊，是不是他在这里遭受什么委屈了？肯定是节目组给他什么不公平的待遇了，让他录那个当了那个1年的歌手，录了几个综艺之后不开心了，觉得这个音乐圈太乱了。他想回去拍戏了，因为拍戏更加纯粹。也有这种感觉啊。哎，其实我真的忘了我说啥了啊，我真的有点忘了我说啥了。每当我看剧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些难受，因为我很怀念拍戏的那个我，很想拍戏。有朋友说这死神经真感人。要进组了没进组。我最近确实年底就是因为我就是年底活比较多啊，各种这个晚会那个晚会的，然后一些音乐节目，然后还歌手还得再干一段。然后不是有看剧本吗？可以看。这2天那个去录了个 OST， 然后录完之后，我就跟那个咱们制片房就是简单吃了一点饭。我想起来我说啥了啊？我直播朋友们是这样的，我直播输出太大了，我直播啊从开启的那一刻我就是爆满的输出，基本是那种满额输出，所以有的时候说完话回头的不是说言不由衷的话，只是说完了我忘了我说这些了。刘宇宁说想回去拍戏。我作为一个路人，我看到刘宇宁说这句话，我很心疼他啊，很心疼他，希望他能够如愿以偿吧，祝福。有朋友说就是嘴快，也不是，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些分享一些小内心的感受，可能通过我直播说出来，大家就会觉得哦，好像他在宣布什么事儿，或者他就是真的很在意什么的。没有，因为我直播就是我直播的内容。很多人看了我直播说，哇，一播2-3个小时，你都怎么准备的这些话题呀？朋友们，我哪有准备呀？说实话，就梦到哪句说哪句。我准备3个小时的稿子，我也有点过去，我准备死。所以我就直播基本是梦到哪句说哪句啊，就是不知道，反正但是就是希望你们开心。哦，有没有纯碎嘴的？也不是碎嘴的，我嘴就是能说我碎嘴的朋友，可能是你就是确实不太了解我。为什么我知道你不太了解我？因为你后面那个名字后面连个铁粉都没有。不是碎嘴的，是因为我直播嘛，这不是直播嘛？我直播又不是上来做新闻发布会，又不是宣传什么东西，又不是剧宣，又不是商务直播，它就是属于我跟我那个这些粉丝啊也好，或者是歌迷、影迷朋友们，或者是那些认识我的朋友们，就一个聊天的一个平台，上来聊会儿天，玩一会儿啊。它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工作。它不是一个工作，它很多，其实我跟你们透露一个真实这个行业的这个东西，就是很多艺人对于直播这件事很头疼，他会非常头疼，他一直播他压力老大了，但是反而对于我来说，直播是我就是解压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就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不是说谁好谁坏，就是因为我毕竟干了这么多年了啊，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其实相对来说我比较的自如一些啊，所以我上来直播就是陪大家聊天，我纯一个陪聊啊。以前有那种就是打电话有人陪你聊天那种的，然后1分钟好像是30块钱话费，现在只需要花你3分钱流量。价值人民币3分钱的流量，你就能有一个人免费陪你聊天儿，你多开心呐！跟你胡说八道也好，跟你这个那个五几六兽也好，对吧？就是他其实是对吧？而且免费的，朋友们有几个人能够就是这样的，就是真诚的对待各位？你说打个比方，我这一场直播，我一个人观众我收5毛钱票钱，我是不是也能小赚一笔？对不对？5毛钱，各位拿我当那个乞丐也会给我的，但就是我就想一个纯福利给到大家，给到家人们，是不是家人们？所以有的时候难免输出会说很多，就是一些就是我认为是好玩的话，也认为它是一个玩笑。没看我的 BGM 都配上了吗？我的 BGM 都是。朋友们，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我是真的有点想回去拍戏，奈何开个玩笑啊。有或者能看得出来你很想拍戏了，你演了1晚上了。是，这不为了逗各位开心吗？我拙劣的演技不就是为了让各位开心吗？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你没有一丝的感动，你没有一丝的感动，好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冷嘲热讽。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There's always som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and it's hard. The end of the day, I need some distraction. Oh, beautiful release. Memories seep from my veins. 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被感动哭了？哭没哭？这个音乐一响，立刻哭。行了，差不多了，各位。当然也希望开玩笑啊，开玩笑，无论是怎么样也好，都希望各位开心嘛。希望刚才很多朋友在我开播的时候跟我说，是今天本来心情不太好，孩子惹生气了什么之类的，希望
看完我的直播，你的心情会好一些，好不好？嗯。差不多了啊。女明星不露个脸吗？我女明星睡觉了。妹妹啊，来吧，你的粉丝要看看你。来，戴明。读了四书五经，学会一身坦荡，翻过陈年旧账，走马几轮光阴，也错离了面庞，演过人生薄凉。我看过万里雪茫茫，也曾为谁紧握不放，只剩这一柴米油盐中苦碎一场，翻一个身，成就回肠，好戏正在开场。天下有道理千钧一血万两，做人应如铜板，万元内放，一步烽烟一条路，一生用脚步丈量。你是有多不舒服啊？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有点睡懵了，有点睡懵了。我担当，日出东方。行了，跟各位 say 拜拜吧。好，拜拜拜。流过多少血泪，只要爬得起来，纯洁当作小将，还能喘一口气，就剩起这脊梁，扛过刀剑。那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夜都过得愉快。那咱就下次直播不见不散了，朋友们。如果此时此刻你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然后下一场直播我们再见啦，拜拜各位。天下有道理千钧一血万两，做人应如铜板，万元内放，一步烽烟一条路，一生用脚步丈量。众生万象粉墨登场，说到最后总是。刘宇宁去拍戏了，拜拜各位。刘宇宁想拍戏了，我就去拍了，拜拜各位。一桩上意有道，我担当。天下有道理千钧一血万两。